是顾寒的弟弟，和他这个嫡子不同，我是庶出，因此顾寒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弟弟，而我也不喜欢他。当初，顾家想要讨好过南山，才会把我送进两王峰做剑童。直到某个偶然的机会，过南山发现了我剑道的天赋，我的命运才发生了改变。在成剑大会上输给景九，郭南山没有说什么，顾寒却把我严厉地训斥了一顿。之后，便是牺牲。我站出来承认是我自己偷学剑法，如此尚德峰便无法通过这件事情攻击两王峰的师兄们，甚至是天光峰的长辈。只是为什么就一定是我牺牲？我确实不该在那么多人面前使出六龙剑诀，可是不是你们要求我必须赢了景九的吗？我不是抱怨，也没有嫉恨，只是有些伤心，还有茫然。几天前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，现在又发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。当一个人突然失去过去的身份，来到一个新的环境，很难一下子就适应。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推他一把。此刻我才突然意识到，如今我的身份已经不是顾家的庶子，也不是过南山的剑童，我只是顾青。这个孽种居然敢直视我！你输急了，用了师兄私传给你的剑诀，才会有此下场。难道你还觉得一切都是我们的错？你自己一点错都没有。我知道自己错了，所以我自己承认偷学剑法，被逐出两王峰，这便是代价。不要太过气馁。只要你好好修行，3年后自然还有机会。有人说你来了神墨峰，我还不信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稍后随我下山，准备接受惩戒。我不是两王峰弟子，你没有权利惩戒我。封规不行，我就用家法带父亲好好的教育你。你们不停对10岁说，一入山门，俗事种种皆斩，就是要断掉他与景九之间的往来。怎么到我这里却不同了？哎，哪里有什么家，青山便是无家。那么家规又是什么东西？顾师兄，哼，这件事情是你挑拨的吗？就算珠峰有些师长欣赏你，但你确定能够承受与我顾家、与两望峰为敌的结果？何事？见过峰主。免礼。我要带顾青走。
顾青已经不是两王峰的弟子，但他也不是神墨峰的人。依照门规，他不能在九峰里停留。他只是在这里暂住，就像当初在两王峰里一样。听说顾青是顾寒的庶弟，在家里的时候颇受欺压。我不知道，有没有可能，顾青是两王峰派过来的奸细？你又想多了。我有没有对你说过，我觉得自己很擅长阴谋？你还是想多了。青山九峰，如果诸峰之间还要警惕，何不干脆分家？就算九峰不分家，可青山一定出了问题。不然，袁奇经为何要出手镇杀雷破云？左一又为何因雷魂木一事暗杀我？我一定会继续查下去。我说过，这件事情不要再查。我也说过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下去。就算景阳真人真出了事，凭你我现在的境界，也无法改变什么。因为我们的对手非但很强，而且很残忍，所以对你我而言，现在最紧要的事情，就是安静的修行，尽快提升自己的境界。你可能并不了解我，我不是好人，我很凶恶的。是啊，我好怕。你知道太平真人吗？作为青山弟子，我自然知道。他是青山的前代掌门，当今青山掌门建了元气经，以及大部分峰主都是他的亲传弟子。他也是景阳师叔祖的师兄，听说师叔祖也是他一手教出来的。然而多年前，青山宗颁出800里禁令，太平真人必死关，然后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他接任掌门之前，一直在尚德峰修行。柳慈、袁奇经，还有很多人，当时也都在那里。景阳师叔祖与太平真人是师兄弟，那他也是出身尚德峰？是的，所以我们对尚德峰都很熟悉，都知道尚德峰有个很冷的石洞，洞的最深处有一口井，那口井一直通往尚德峰体，峰底便是监狱，镇压着一些很难杀死的大妖，还有一些邪派强者、名部与血国的奸细。除了那口井，监狱没有别的出口。那么你又是怎么逃出来的？你和雷破云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想一切的关键就在雷破云偷的那根雷魂木上。不过这件事总不可能问人，无人可问，那只有去问鬼。好久不见。那根雷魂木被雷破云给了谁？对于我的出现，你并不意外。看来，你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情。也对，
你们4个当中，就以你最为纤细、敏感、警惕。他们3个可能没有发现，但你怎么可能察觉不到这种大事？我承认，我确实有些不甘心。4年前，你看着我出事，难道就没想到，万一我没死怎么办？用你的骨头来磨剑，这个结局怎么样？我知道，你并没有参与那件事情，因为你没有那个胆子。但如果这一次，你依然选择不站在我这边，那么你很清楚我会怎么做。我知道，他挥那一爪并不是真的想杀死我，只是试探。当然，我如果直接死了，他也会很开心。又或者，他确定我很弱小，随时可以杀死，那么，他可能真的会杀死我。猫，就是这样一种动物。需要主人喂食的时候，它可以表现得很温柔，很卑微。当主人无力提供食物的时候，它会毫不犹豫地跳窗离开，绝不会有半点留恋。刘阿大，为了你这么多年，结果还是养不瘦吗？你果然还是像当年一样，欺软怕硬，胆小敏感。不清楚对方底细之前，绝对不敢煽动。你是不是担心他还活着？如果你站在我这边，将来他会找你的麻烦。你觉得我明知故问？好，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：在我们之间，你决定继续保持中立？我知道了，果然是这样。雷破云的孩子只怕什么都不知道，结果却因为他死了，真是可惜。以后再来看你。